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正当防卫，白敬亭不再难哄，口碑逆袭全靠这3张王牌。夜色如墨，警局的灯光刺破黑暗，照亮了一张沾满血污却异常平静的脸。走进来的不是亡命之徒，而是海州市的明星检察官段鸿山张鲁一世。他伸出双手，声音嘶哑地对值班警察说：“我来自首，我杀了人，但我是正当防卫。”这石破天惊的一幕，为7月盛夏的荧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名为正当防卫的悬疑大戏就此拉开血色帷幕。与隔壁由刘宇宁、李一桐主演，开播即凭借清甜奇幻风格席卷热搜的古偶剧《书卷一梦》相比，正当防卫的开局显得有些慢热，首播热度榜上仅位列第5。然而，正如一杯需要细品的烈酒，这部剧集正凭借其令人窒息的剧情张力、演员阵容的王炸组合以及对人性与法理的深度叩问，酝酿着一场口碑发酵的完美风暴，大有逆风翻盘之势。书卷一梦编织的是一个才子佳人误入书中世界的浪漫奇梦，满足了观众对甜蜜爱情与轻松氛围的向往，其热度如夏日绚烂的烟火，及时而热烈。而正当防卫则恰恰相反，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撕开现实的滤镜，将观众直接拽入泥泞、复杂、充满人性灰度的真实世界。他不提供糖果，只递上一把手术刀，邀请观众一同解剖真相。故事的核心围绕着一个刚刚走出监狱的年轻人李沐风展开。这个角色由一直以阳光、干净形象示人的白敬亭出演。这一次，他彻底撕下了匆匆那年的少年感。开端的逻辑大神，乃至备受期待的难哄中深情温柔的桑颜标签。在正当防卫中，他的眼神里藏着一片海，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却暗流汹涌。14年前，他因在学校图书馆防卫过当杀死同学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他看似懦弱、谦卑，对当年经办此案并始终相信他并非蓄意杀人的检察官段鸿山充满感激，甚至由后者帮忙安排了工作。然而，剧集却用一个个冰冷的细节，在这份看似和谐的关系上凿开了裂缝。深夜，段鸿山家门外那个久久伫立的神秘黑影，其身形与李沐风惊人的相似，一通通打给段鸿山，言语中充满威胁与操纵的电话，声音虽经处理，但那种掌控一切的压迫感，似乎也指向这个看似无害的青年。白敬亭的表演堪称惊艳，他将李沐风的脆弱与阴质无缝切换，前一秒还是个努力回归社会的茫然更生人，后一秒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就足以让你脊背发凉。他究竟是当年那场悲剧的受害者，还是一个潜伏14年、精心布局的复仇者？这个角色成为了全剧最大的谜团，也构成了白敬亭演艺生涯一次极为重要的破雨力。与白敬亭这颗定时炸弹对戏的是2位早已在观众心中封神的实力派。张鲁一，这位在《三体》中将科学家汪淼的脆弱与坚韧刻画得入木3分的演员，此次饰演的段鸿山更为复杂。他是一个坚守程序正义的检察官，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杀人嫌犯。他坚称自己是在被李沐风案的受害者父亲绑架后，为求生而进行的正当防卫。然而，他的说辞充满了漏洞，现场证据也对他极为不利。张鲁一用他精准的微表情，将段鸿山的恐惧、冤屈以及那一丝若有若无的隐瞒，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究竟是被精心陷害，还是在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更可怕的真相？而负责撬开他嘴巴，探寻这团迷雾真相的，正是凭借《狂飙》中大嫂陈淑婷一脚深入人心的高叶。他饰演的省检察院检察官方凌渊，冷静、敏锐、
如同一只盘旋在战场上空的鹰。他因一封举报段宏山滥用职权的匿名信而来，却意外地成为了段宏山杀人案的调查者。面对曾经的同事，如今的阶下囚，他既要保持客观中立，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压力。高叶的气场与角色完美契合，他与张鲁一的对手戏是理智与情感、信任与怀疑的极致拉扯。每一次审问都火花四溅，让观众看得手心冒汗。这场大嫂对决汪淼的戏码本身就是顶级演技的保证。如果说演员是这部剧的骨架，那么其烧脑的剧情就是它丰满而充满活力的血肉。正当防卫最令人称道的一点，便是在极快的节奏中埋下了草蛇灰线、环环相扣的伏笔。开篇短短3集就抛出了3起看似独立却暗藏关联的命案。除了段宏山的自首案和14年前李沐风的旧案，又引入了一起长期遭受家暴的女子江婷叶青是在情人上门施暴时将其连刺数刀致死的案件。当所有检察官都在为江婷案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而激烈辩论时，一个关键证人梅征张博家士的出现，让整个棋局瞬间被搅动。他声称目睹了江婷的行凶过程，但他的证词却让方凌渊起了疑心。经过深入调查，方凌渊震惊地发现，这个梅征与受害者江婷竟然都是14年前李沐风校园杀人案的现场证人。3起案件跨越14年的时空，有几个关键人物诡异地串联在了一起。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一张精心编织、针对局中所有人的巨网。观众仿佛与方凌渊一同站在了迷宫的入口，每一步推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这种沉浸式的解谜体验，正是悬疑剧最核心的魅力。正当防卫不只是一部追求感官刺激的快餐剧，它在悬念之外，更有着对现实的深刻关照。剧名本身就是对当下社会法治热点话题的直接回应。在每一个案件中，法律条文的冰冷与人性的复杂温度形成了激烈碰撞。它引导观众去思考，在极端情况下，一个普通人的防卫边界究竟在哪里？当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大众朴素的情感正义发生冲突时，我们又该如何抉择？正是这份对社会议题的严肃探讨，让正当防卫在众多娱乐至上的剧集中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与厚重感。它或许没有书卷一梦那般轻松惬意、入口即甜，但它提供的是一场需要调动全部智力与情感投入的思辨之旅。随着口碑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观众被这份烧脑的诚意所吸引，自发地成为自来水，在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剧情，分析细节。可以预见，这部开局看似声量不大的悬疑剧，正凭借其剧本的硬核实力、演员的颠覆性演绎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洞察，走出一条漂亮的逆袭曲线。它证明了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观众的审美日益成熟，真正用心打磨的好故事绝不会被流量的喧嚣所埋没。当血色谜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我们看到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的终结，更是一次关于人性、法律与正义的集体沉思。而白敬亭、张鲁一、高叶这3位顶级玩家在这场迷局中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开始。